我也希望你能多陪陪我。以后咱俩就这样相处，多好啊！你是大姑娘了，别哭了。我们刚刚做的练习叫做沟通练习。其实，在你们日常斗争当中，最具有破坏性的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尝试去沟通时破坏性的方式。一来一回，在你们的指责当中，你们早已经忘记问题到底是什么了。这也需要你们以后日常需要关注的地方。我一开口就拦不住，老宋，以前有很多地方对不住了。在你们婚姻这个阶段，双方害怕失去对方的恐惧，使双方的关系陷入瘫痪。其实，一段非常理性、健康的家庭关系，是双方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的。可是我总管不住自己，我总是胡思乱想的。你现在回想一下，在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也会有恐惧跟焦虑的感觉吗？那时候我年轻，长得也挺好看的，工作也不错，人缘也挺好的。那时候他稀罕我还来不及呢，所以我有什么可慌的？相信自己独立于伴侣的可能性，这才会更加明确你的成长目标。我相信现在在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小何老师，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总依赖他，我要有自己的生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可不离婚啊！我说要跟你离了吗？堂姐，堂姐，好了，堂姐，别装睡了，咱今天不去辅导室。真的？真的呀，我们院啊，这新到了一批仪器，专门治疗精神症状的，就跟那个安定的效果差不多。我想着你不是最不爱去辅导室了吗？就给你先推过来了。这个仪器啊，可是我们院里花大价钱购买的。那以后是不是就都不用去辅导室？对呀，都可以在屋里治疗了。不过咱药还是得吃。来，堂姐。那咱们试一下仪器啊。堂姐，咱用了这个以后就不用去治疗室了。来，试一试。这个是开关，然后多摁几下呢，就可以调节这个时间。下面这个呀，就是按摩的模式，你要想用哪种按摩模式都可以调。有什么不舒服的可以随时跟我说。
开我！我不做，我不做！别紧张，没事的。放开我！忍一忍，不然就要给你打针了。这样会弄疼你的。我不做。你来了，跟他们说我不做这个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你放心，这是我能为你找到最好的私人医院了。我不想做，我不想做。听话，做完这个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不会记得了，好吗？我不做，你放开我！我不做。做完这个就好了，好吗？我不要，季成，你放开，你放开好不好？开始吧。放开我！你别走，叶季成，你滥用职权，医院都说过我不需要这种治疗。不要走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求求你放过！求求你放过！好点了吗？没事了啊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直接带你离开这里。我们已经给患者注射了镇定剂，他会先睡上一会儿。患者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根据今天给他做治疗的护士说，这个治疗仪在使用到5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患者开始产生了应激反应，出现了有抽搐和呼吸困难的症状。当时护士也慌了，因为这台治疗仪它本身的功效就是有舒缓情绪的作用，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。使用这台治疗仪之前，你们给傅阿姨做了健康评估了吗？有，之前你再三叮嘱我们肯定重视。而且患者本身的情况整体来说是很稳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是只有傅阿姨一个人有这个症状吗？坦白
白说，今天这个情况出现以后，我才了解到，其实前几天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只不过其他患者出现的头痛、眩晕的症状，就是他们的常态，所以我们也没太在意。这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职，在这里我代表工作人员向你们道歉。没有，理解，这也不是全都是你们的错。也就是说，那个什么治疗仪出了问题，很有这个可能。我们已经把投诉报告发给仪器供应商了，让他们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在这件事情查清楚之前，我们不会再让其他的患者使用这个仪器了。真的是黑心商人了，连医疗设备都不放过。您可以带我们去看看这台仪器吗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就是这台经颅磁治疗仪，叫 ARMS， 这是说明书。就这么个小家伙，危害这么大。这个是新设备吗？对，这是新进来的，我们之前用的是别家的。前段时间疗养院需要采购一批新的设备，正好他们家在做推广，性能又比较齐全，我们就订购了一批。这种治疗仪只有疗养院会用吗？如果审批通过，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应该也会推广使用。你确定？按理说，这种规格的治疗仪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，又有心理学会的背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除非什么？不可能，学会不可能通过这种不合格的产品啊！不行，我得找人求证一下。没事。季教授已经不在学会了，你找谁去求证啊？这种理疗仪器的审批应该属于脑电技术委员会。我知道向谁求证了。谁？这个人你也认识，新上任的会长温良。干什么？起来！啊，丽丽，干什么呢？光天化日的。哟，闺女来了，穿这么漂亮也不像差钱的人呀。看来今儿的钱是怎么着都能还了是吧？好人不当你当流氓，这事儿你妈知道吗？骂谁呢？欠钱不还你还有理？我告诉你别碰我，我报警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这姑娘身起气来真漂亮啊，我喜欢。欠钱的是我，跟我女儿没关系，你们不能动我女儿。说什么呢？你还得起吗？刚才咋没见你这么有骨气？怎么着？姑娘来了，给你壮胆了？我告诉你，她好歹也是你长辈，你妈没教过你尊老爱幼吗？你再上前我就报警，你信不信？报？你报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妈欠钱不还，我是上门讨债。你要是没钱，你就应该跪下来求我，这才是还钱的态度啊！我看你人长得漂亮，我可以给你宽限几天，别不识抬举，还报警。我告诉你，惹毛了我们，对谁都不好，你自己合计合计。妈，你借了多少？我也没借多少，就是店里老是亏嘛，我就借几万块钱，我先周转一下，都是在还那个哥们，谁知道都就是打麻将是吧？哎，还聊上了。我看你们母女俩也挺不容易的，来，把手印按了，我就再给你们宽限一段时间，别犹豫啊。也就利息高点儿，但给你时间了，你可以先保命再挣钱。哥哥也是看你长得漂亮，帮帮你。别碰我，你不要去！哥哥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不是。快走！他是警察。滚！
那我去报警去我。没事吧？你怎么这样了？哦，没事了，点小伤。谢谢你。你可以走了。我不走，他们在告诉我不放心。想哭就哭出来了，陪着你。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我才刚来，你怎么就让我走啊？我不想你看我这个样子。你这个样子挺好的，我不介意。我介意。丽丽，我认真反思过了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你赶也赶不走我。我去听你了。谁说要嫁你了？温老师，喝杯咖啡吧。谢谢。在这样的环境工作，应该是很有趣的体验吧？还可以吧，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，不过现在好很多了。我听过你的节目，讲心理咨询师伦理关系的那一期，我很受触动。谢谢你能喜欢。温老师，这次我约你过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想要问你。心理学会道德审批通过的 ARMS 治疗仪器，如果出现了问题，可否要求心理学会公示一下该仪器的安全数据？出现问题？是的，我负责的一个患者使用完以后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不光这一个患者是这样的情况。ARMS 治疗仪器的临床试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明白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你对设备的安全性产生质疑，但是患者出现应激反应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而且患者的身体状态是否符合使用仪器的条件，我觉得这才是你们应该调查的重点。魏老师，这种情况我已经再三确认过了，基本上已经排除了是患者本身自身健康的问题。而且像这种治疗仪器，目前在市场上非常的安全，出现这样的应激情况也并不多见。而且在这么小的范围内，我已经遇到好几例这样的问题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。疗养院的其他患者出现的具体情况，你了解过吗？我所知道的是，他们使用完第一次以后感受不是很愉快，就拒绝使用第二次。那好吧，我回去核实一下技术指标是否有问题，但可能性不大。一旦有问题，我一定出面负责。谢谢文老师，希望不会麻烦到你。谢谢你第一时间找我。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谢谢你的咖啡。聊得怎么样？你说这个 ARMS 治疗仪器只在疗养院用吗？不是，专科医院跟相关的治疗机构都有推广使用，叶家辉说的。可是好奇怪，他怎么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我的患者就在疗养院呢？哎，丽丽，你慢点啊！你再给我弄成了，我可碰瓷儿了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跟你说句话。你为什么人间蒸发了？去哪儿了？你为什么会伤成这样？我执行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单位规定，不能说。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？能，
我挺想你的。你想不想我呀？我不知道。这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傻呀！我跟你在一块儿之后，我也觉得我变傻了。疼不疼啊？丽丽，对不起啊。所以，你也一直想着我呗？你怎么能别总问我这么傻的问题啊？你怎么找到我妈这里的？这个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进去这么多次了，你已经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了。哟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麦吉丽啊，青青送我的，说是对头皮特别好。这好东西，你让他送我一份吗？那可不行，这可是青青专门送给我的。你看小杨，这个月的热评，我包了。选题，我的。热线电话，东哥包了。今晚再帮我加一大夜班。行，说好了啊。哎，咱俩快走吧，别打扰老大。哦，是啊。我明白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你对设备的安全性产生质疑，但是患者出现应激反应，有很多的可能性，而且患者的身体状态是否符合使用仪器的条件，我觉得这才是你们应该调查的重点。这么半天了，还在早睡，想什么呢？不对劲。什么不对？你说温良的事情吗？谢谢二位老师，我会永远支持你们的。钱老师，离我也太近了吧！拒绝捆绑，别蹭我热度啊！贺老师，我跟你光明正大，我不怕八卦。不逗你了。所以你是说温良脱口而出问你疗养院里其他患者有没有反应？嗯，他在说疗养院的时候毫不含糊，甚至十分笃定。所以你怀疑他知道你在疗养院的事情？可以这样说。如果现在让你说出一个咖啡馆的名字，花房怎么了？你不觉得吗？常听常看常去的地方更容易脱口而出。他一定是经常去疗养院，所以才会知道你的患者就在疗养院里。他说的你们，是指的我们？什么你们我们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他在说你们的时候，眼睛在看着另外一个方向。他在看你。所以他认为我们在疗养院里照顾病人，怎么了？除非他真的在疗养院见过我，不然按照他的逻辑分析，一个心理咨询师是不可能带着自己的朋友去接触病人的。叶总，这是收到的10几份投诉报告，这批仪器反馈不太好。机器终归是机器，是机器总是要坏的嘛。派技术部门去看一下。
该召回的召回，该赔偿的赔偿。去过了，对方不接受赔偿。那是因为你们赔偿的不够。出去。小文老师，这2天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，赶紧来找您讨论。这段时间有不少患者已经开始使用了仪器，之后出现了应激症状，也有患者开始抵触使用。我在想，第一批仪器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安全上的问题？你说的不是安全问题，你说的是客户的反馈。既然是反馈，肯定就有好有坏，更何况我们那些客户比较特殊。你说呢？我们应该迅速地对第一批仪器进行召回检测，系统性的做一次安全评估。心理咨询你是专家，技术发明我是专家。这个仪器好不好用，不是你说的算，也不是客户说的算，是质检报告。现在已经出问题了，审批文件上签的是我的名字，是由我来负全责。那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让你坐到那个位置上？你就不怕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？赫顿所去的疗养院仪器已经出现了问题，金明聪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你找到副堂了。我想到阳台上去走走。好，我们把血压量完了，我就带你去，好吗？放轻松点啊。不好意思问一下，请问住院部在几层啊？在13楼。啊，多谢。你好。你好，先生。请问傅唐女士住在哪个房间？请问您是哪位？哦，我是她的家人。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平时比较忙，能不能通融一下呀？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是这样的，她是我的太太。看，先生，探视时间已经过了，请您下次早点来。先生，我们下班了，你想探视哪位，请你自己联络吧。今天天气不错，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去哪儿？你是不是又跟爸爸吵架啊？
你让开！你走开！走开！你别放我！你走开！你给我让开啊！这是去哪儿啊？外面下雨了，饭也没吃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明天雨过天晴的时候，我跟儿子带你一块玩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好。去哪玩？动物园。去动物园？去动物园看谁呀？猴子。嗨，猴子，你是小猴子吗？我是猴子，我是小猴子，我要爬树。你要爬树啊？你很爱他吗？我也爱你。但是好可惜，这是季明聪的孩子。我说的是真的。你醒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坐着坐着就睡着了。可能这海风太舒服了。你看这儿，不仅沙子柔软，而且它们的贝壳也挺特别的。妈妈，你看我捡的贝壳。菲菲，我知道是你。妈，你为什么喜欢海边？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大海，喜欢这生命开始的地方，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。在疗养院的时候，我无数次想起大海，想象着我就在这里。听人说，喜欢大海的人都是喜欢自由的，好像有点道理。那你以后要是喜欢，我天天带你过来。我想去那里坐坐。好啊，我推你过去。
这个轮子被沙卡住了。咱们走过去吧。哎，我背你。你背得动我吗？是就知道了。来，上来吧。起来了。妈，你能跟我说说季明聪吗？我的父母特别传统，他们不太能够理解我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，而我也以为我是需要治疗、不正常的。直到季明聪的出现，我才意识到，有些人可以很奇怪。你好，我是季明聪。就像有人喜欢闻汽油的味道，有人喜欢把糖果排成一排，根据不同的颜色一个一个吃，而有些人能够听懂海鸟的声音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的？你感觉不到的，不等于它不存在；而你能感觉到的，不等于它存在。送给你。谢谢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有些人总说要顺应这个世界，要改变自己，但决定一个人的正常与否，是用什么标准呢？那你爱过季明聪吗？就因为爱，所以才离开。那叶继承呢？终究是亏欠吧。他的疯魔，有一部分归结于对我的执念，所以他才那么想找到我吧。你怎么知道他在找你？因为我的眼睛一直在看着。菲菲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创造了你的生命，但是你并不属于我，你属于你自己。你可以去甩开所有的压抑和束缚，去创造你的世界，你想要的世界。这是我最想给你的，我一生都渴望的自由。我特别希望你能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人，做一个像天地和大海一样自由的人。这是我能够给你的唯一的东西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
这个好像放了3次酱油。没事儿，挺好吃的，你也尝一下。你儿子长得帅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怎么会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呢？说着说着，我特别想吃糖了，怎么办？你现在不能吃那么多糖。现在就开始不听我的话了。好，那你在这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嗯。哭什么呀？我去了，等我。还好你没事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别再离开我。他这一生洒脱又恣意，却又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不惜一次次接受错误的治疗，只因爱是他内心唯一的牵绊。而这一次与家辉的重聚，希望他能重获新生。很多来访者都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他们？为什么会如此？他们迷惑、伤心、愤怒、害怕、怨恨，他们无力无助。在过去这段时间里，我更加明白，为什么我在这里。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，
我无法给他们的问题一个准确的回答，我必须陪伴着他们去寻找这个答案，帮助他们看见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接纳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有勇气去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谢谢你，小何老师，我这心里舒服多了。贺老师，谢谢你帮助了我。贺老师，谢谢你让我找回了勇气。贺老师，听您说完，我现在斗志满满。贺老师，我打内心里面感谢你。谢谢你，贺老师，您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是心理咨询师赫顿。未来如果你有任何情绪问题，都可以来找我。心情不好，我们聊聊吧。